今天我们来聊聊脑中风，一个让人闻之色变的健康杀手。许多人以为脑中风来得毫无预警，上一秒人还好端端的，下一秒可能就突然倒下。然而事实真是如此吗？其实不然，有经验的医师发现，大约80%的脑中风病例在发作前，腿部早已经出现异常信号。换句话说，我们的双腿往往会在脑血管出问题时，第一时间替大脑发出求救，只可惜常被我们忽视。就拿最近的一个真实案例来说吧，一位62岁的张先生平日身体硬朗，爱好晨跑。某天清晨跑步时，他突然觉得右腿一软，差点跌倒在路边。张先生以为只是自己最近缺乏锻炼，腿脚没力，休息片刻后见无大碍，便照常生活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他偶尔感到右腿发麻，走路时右脚也有些不稳，但仍然没有放在心上。没想到1周后的一天下午，张先生在家中突发剧烈头痛，随即右半身瘫倒，意识不清，被紧急送医。医生诊断为大面积缺血性脑中风。事后家人回想，原来早在中风发作前，张先生的右腿就多次发出异常讯号，只是当时谁也没有联想到那是中风的前兆。像这样的案例并不罕见，许多人正是因为忽视了早期征兆，才错失了防患于未然的机会。特别是60岁以上的长者，更要提高警觉。随着年龄增长，我们的血管就像老旧的水管一样，因胆固醇和脂肪沉积会逐渐变窄，再加上常年高血压、糖尿病等慢性病的影响，脑部动脉往往埋下隐患，一旦血管狭窄到临界点，可能随时完全堵塞，引发中风。而在那之前，身体常常会透过双腿出现一些轻微的异常来做最后通报。许多人却把腿脚无力、发麻、走不稳这些现象当成人老了的自然退化，甚至觉得走太久累到了，休息一下就好。结果在大意之下，错过了身体提前给予的警告，眼睁睁让宝贵的黄金救援时间从指缝间溜走。一旦中风真的发生，后果可能无法逆转，不仅夺走宝贵性命，也可能让患者半身不遂，失去自理能力。中风在我们生活中有多常见、多危险呢？根据统计，中风常年高居国人10大死因的前3名，每不到1个小时就有1人因中风离世。而存活下来的人，许多也因偏瘫或行动障碍而饱受折磨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可怕？但千万不要因此觉得无能为力。事实上，中风并非真的毫无征兆可循。我们的身体其实相当聪明，在脑血管阻塞或破裂造成中风之前，往往会透过一些细微症状向我们示警。如果我们能看懂这些信号，就有机会在灾难正式降临前采取行动，把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。那么为什么说80%脑中风从腿开始呢？原来人体的神经中枢就像一个复杂的控制塔，大脑透过神经线路控制四肢的动作和感觉。一般来说，左脑管着右半身，右脑管着左半身。因此，当大脑某一侧的血管逐渐堵塞，供血不足时，对应的那一侧腿脚常常最先出状况。简单来说，腿部异常其实是大脑在远端拉响的警报。例如右腿突然无力，很可能暗示左脑的运动中枢供血不足；左腿长时间发麻，则或许是右脑的感觉区在告急。此外，腿部还承担着行走和平衡的任务。位于小脑的平衡中枢一旦出现短暂缺氧，也会直接影响步态的稳定。腿部症状可以说是脑中风前线战场上的风向旗，提前飘动来提醒我们风暴将至。打个比方，如果把人体看作一座城堡，大脑就是皇宫的指挥中心，而双腿则是城墙边的哨兵。一旦敌人例如致命的血栓悄悄逼近，哨兵会第一时间点燃烽火，拉响警钟。我们若误把这警报当作虚惊而置之不理，下一次敌军就可能兵临城下，直捣黄龙。不过可惜的是，许多人把这些身体发出的求救讯号误以为只是日常小毛病，结果中风突然袭击时才追悔莫及。接下来我们就深入探讨一下60岁以后腿部出现哪些异常现象，可能是脑中风前兆的7大求救信号，每一条都至关重要，千万别再掉以轻心。第一个前兆，一条腿突然没有力气。假设有一天你正要站起来行走，却发现一只腿莫名其妙地软了下去，
整个人差点摔倒在路边。那条腿仿佛瞬间失去支撑力，感觉踩在棉花上一样，怎么用力都使不上劲。这种单侧腿无力的情况，如果不是因前一天剧烈运动造成的肌肉疲劳，也不是膝关节退化或受伤引起的疼痛，而是毫无征兆的突发，就绝不能轻忽。一条腿无故没力，往往是中风发出的第一声警报。为什么腿会突然软掉？从神经学角度来看，这表示大脑中负责控制腿部肌肉的区域出了问题，很可能是供应该区域的血管发生狭窄或微小栓塞，导致那部分脑细胞短暂缺血，传不出指挥腿部的讯号，结果腿部肌肉收不到大脑发出的用力指令，自然就变得软弱无力。许多人以为腿只是麻了一下，休息一下就会好转，但事实上，如果这种无力现象其实是一场轻微的小中风在警告你，就算症状很快消失，也不代表危险过去。相反，更大的中风风暴可能正在悄悄酝酿。所以千万记住，单侧肢体突然无力绝非小事，特别是下肢不明原因地软趴趴时，一定要及早就医查明原因。第二个前兆，一条腿突然失去感觉。有些人没有腿无力的问题，但会觉得一侧腿仿佛不是自己的，触摸时该腿的感觉变得迟钝，分不清冷热疼痛，而且整条腿还可能又麻又刺，仿佛有无数蚂蚁在皮肤上爬。这种单侧腿部麻木、知觉异常的现象，同样需要高度警惕。如果你只是维持同一姿势太久导致双腿发麻，那只是一般血液循环暂时不良，活动一下就能恢复。但如果在没有压迫或受寒的情况下，一条腿却突然发麻发木，而且迟迟不见缓解，就要怀疑是不是脑部出了问题。一条腿感觉失灵，意味着大脑中掌管该腿感觉的区域供血不足，可以把大脑比喻成一座讯号发射站，平时不断接收来自身体各处的感觉资讯，但如果发射站的能量供应不稳，讯号就会时断时续。当脑部感觉中枢因小血管堵塞而供血不畅时，从腿传来的感觉讯号可能中断或失真，于是你就会觉得腿麻木，失去知觉。许多人一开始会误以为是腿部本身出了毛病，比如怀疑坐骨神经痛或末梢循环不佳。然而，中风预警导致的腿麻通常只影响单侧，且往往伴随同侧手臂甚至脸部的麻木。相反，周边神经的问题通常不会如此局限在身体某一侧的整条腿。总之，当出现莫名的单侧腿麻时，特别是同时伴有手臂或脸部的知觉异常，一定要立即就医检查，弄清是否脑血管已在拉响警报。第三个前兆，走路时一只脚拖着走，这种现象也被称为垂足，意思是走路时脚尖无法正常抬起。许多长辈自己可能没察觉，但家人或朋友却会注意到，他走路时总有一只脚拖在地上，鞋尖不时擦过地面，那只鞋子的前端磨损得比另一只严重。当事人甚至可能莫名其妙被平地绊一下，其实原因不是地板太高，而是他的脚抬不开来，拖到了地面。如果您或家人平日走路正常，却突然开始拖着一条腿走路，就要格外当心。正常行走时，我们下意识会抬起脚尖，以免被地面绊倒。而当中风的先兆来临，某一侧腿部的抬脚动作可能变得不协调，于是就出现垂足拖行的步态。问题根源在于，从大脑到脚踝肌肉的神经传导出了状况。大脑虽然发出了抬脚的指令，但这个指令未能顺利抵达脚部肌肉。常见的原因之一就是脑血管中出现了细微的栓塞。假如支配抬脚动作的那群脑细胞因缺血而暂时罢工，脚尖就无法顺利翘起，走路时自然一路摩擦地面。当然，垂足未必100%就是中风前兆，也可能是周边神经受损所导致。但如果一位上了年纪的人平日好好的，却突然出现垂足拖行，而且伴随手臂无力或言语含糊等其他异常，那十之八九就是中风在警告了。总之，请牢记这一点，年纪大了腿脚变弱固然常见，但忽然拖着一条腿走路绝不是正常老化，而极可能是大脑在发出紧急求救信号。事实上就有类似的病例，76岁的杨奶奶发现自己右脚的鞋子常常穿没多久，鞋尖就磨破了洞。她起初以为是鞋子品质不好，
后来细心的孙女注意到奶奶走路时右脚总是拖着地板，便赶紧带她去医院检查，结果发现杨奶奶左侧颈动脉已经严重狭窄，供应大脑右半球的血流大幅减少，随时可能引发中风。医生立即安排了治疗，所幸及时消除了这颗中风的隐形炸弹。可见一双拖着走的脚，说不定就让我们提前拆解了一场危机。第4个前兆，无故摔倒。如果最近你经常毫无预警地平地摔倒，那可不是单纯的不小心。尤其当你回想跌倒的当下，发现自己既没有被绊到东西，也没有突然头晕眼花，而只是觉得一条腿仿佛瞬间失去了支撑，身体重心一歪就倒下，那就更要当心。这种无缘无故的摔倒，很可能是脑中风的早期信号之一。一般情况下，人跌倒多半是因为脚下被绊，踩到滑的地方，或者自身一时头晕，站不稳。然而，中风前兆引起的跌倒则不同，那是因为大脑对下肢的控制在瞬间发生了短暂的断电。简单来说，当时大脑指挥腿部肌肉的讯号出了差错，使得一条腿突然瘫软无力或失去协调，让人措手不及，摔倒在地。许多长者把这种平地跌倒归因于自己老了，脚下不灵便，但如果摔倒时找不出任何外在原因，就要怀疑是不是中风在事先示警。医学上有一种现象称为跌倒发作，指的就是患者突然摔倒，但意识仍清醒，没有明显头晕。这常见于椎基底动脉供血不足造成的小中风。如果您或亲友出现了类似情况，千万不要掉以轻心，应尽快就医检查脑部血管是否存在隐患。记住，平白无故的摔倒往往背后不平白，很可能隐藏着重大的健康警讯。第5个前兆，腿部不受控制的抽动。有些长辈没有明显的腿无力或麻木，却出现腿自己乱动的奇怪现象。比方说，安静坐着时，一条腿会突然开始抖动，甚至猛然抽搐一下，仿佛腿部肌肉不受意志控制。在排除一般腿部抽筋等因素后，如果整条腿都发生这种不自主颤动的情形，就要怀疑可能与脑中风前期神经功能的混乱有关。当大脑的运动中枢受到刺激或损伤时，会释放出异常的电讯号，引起对应肢体肌肉不自主收缩。简单说，中风来临前，大脑内部可能上演了一场小型风暴，导致某条腿短暂的乱动，抖个不停。患者往往措手不及，因为腿自己在跳，却无法用意志制止。当然，肌肉抽动不一定都是中风警讯，有时缺钙或神经受压也可能造成腿部颤抖。但两者的区别在于，中风相关的抽动通常发生在单侧肢体，且往往和其他中风先兆同时出现。比如一条腿无力的同时还伴随颤抖。如果一侧腿频繁出现不受控的抖动或抽搐，一定要提高警惕，及早求医找出原因。或许这正是大脑用最后的方式向你传达求救讯号，提醒你某条血管阻塞正在悄然形成。第6个前兆，走路时身体摇摇晃晃。有些长者没有明显的单侧腿无力或麻木，但走起路来整个人歪歪斜斜，好像喝醉酒一般。家人可能发现最近他走路不再像从前那样稳健，而是步伐发飘，左右摇晃，仿佛踩在棉花或船上一样。如果行走时老是东倒西歪，而且不是因为头昏眼花或低血糖引起的晕眩，那就要考虑是否与脑部供血不足有关。人体的平衡能力主要由小脑和前庭系统负责。当小脑血流供应不佳时，我们的协调和平衡感就会下降，表现为走路不稳，身体难以保持在正中。中风发生前，如果供应小脑的椎基底动脉逐渐狭窄，患者可能会步态蹒跚，走路发飘，这正是中风临近的警讯之一。许多人误以为自己只是年纪大，所以脚步不稳，或者单纯怀疑是耳朵的前庭平衡出了问题。然而，中风导致的平衡障碍通常来得更突然，且可能伴随其他症状，例如突然头晕，眼前景象变得模糊重叠，或者讲话开始变得含糊不清。相对而言，单纯的内耳问题多半只有强烈的旋转、眩晕和听力影响，不会同时出现复杂的神经症状。当一位老人家平时走路好好的，却忽然开始步履蹒跚，身体摇晃不稳时，务必要警觉起来。
尤其如果还同时出现其他神经系统异常，就更需要立刻就医，检查是否出现了小脑缺血或轻微中风。第7个前兆，前面的症状忽然消失，这一点听起来好像有些矛盾，症状都消失了，怎么还能算前兆呢？其实正因为症状消失，更容易让人掉以轻心，从而错失最后的求救机会。许多中风患者在发生严重中风前的几天到几周，就曾出现过短暂的单侧肢体无力、麻木或走路不稳等现象，但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很短，往往几分钟或几小时内就恢复正常。他们因此以为自己已经好了，没事了，结果下一次发作却变成真正的大中风。这种症状出现一下又自行消失的情况，正是典型的短暂性脑缺血发作，也就是俗称的小中风。在这种状态下，大脑某处的血流曾短暂骤降并引发症状，但随后又恢复通畅，所以症状暂时消失。然而，绝对不要以为恢复正常就万事大吉。统计显示，大约1/3的小中风患者会在不久之后发生真正的脑中风，通常在首次发作后的数天到数个月之内，特别是在发作后48小时内，中风的风险达到最高峰。一旦出现短暂性症状，就必须视同真正中风般紧急处理。可以说，小中风就是身体发出的最后通牒，警告脑血管的大问题已迫在眉睫。如果我们忽视了这次警告，真正的中风可能很快降临。临床上，医生们对患者描述的这类一过性症状都格外重视，因为这是预防中风的最后黄金时机。当症状还会自行缓解时，代表脑组织尚未发生永久损伤，此时及早介入治疗，往往能扭转乾坤。相反，如果任由一次次的小发作过去而不理会，最终等到大范围中风发生时，后果就悔之晚矣。另一方面，除了上述腿部警讯之外，脑中风的典型症状还包括一侧手臂突然无力下垂、单侧脸部麻痹导致口眼歪斜，以及说话突然变得含糊不清或无法顺畅表达等。如果出现了这些情况，同样必须立刻就医诊治。不过，相较之下，手臂和脸部的异常往往比较明显，也更容易引起注意。反而腿部的变化常被误认为只是年纪大导致的腿脚无力或一时疲劳。因此，我们特别强调以上7大腿部求救信号，就是希望提醒大家别忽视身体下半身传递出的重要讯息。医疗专家也提供了一个 FAST 快速辨识中风的口诀。 F 代表脸部，让疑似中风者露齿微笑，观察双侧脸颊是否对称。 A 代表手臂，请对方平举双手，观察是否有单侧无力下垂。 S 代表言语，留心对方的语言是否突然变得含糊不清或难以理解。 T 代表时间，一旦发现以上任意可疑征兆，就要抓紧时间，立即拨打急救电话，并迅速送医。总而言之，脑中风并非如想象中那样毫无征兆，不管是单侧腿无力、麻木，还是走路异常、莫名跌倒等，都是身体提前拉响的警报。我们必须学会倾听这些警讯，才能在悲剧发生前采取行动。医生们常说，时间就是大脑，当怀疑中风时，每分每秒都至关重要。如果能在黄金救援期内，也就是在症状出现后约3小时之内及时接受治疗，往往可以大幅降低中风造成的永久伤害。相反，一旦延误治疗，随着脑细胞不断死亡，就可能留下终身瘫痪或其他无法挽回的缺憾。抵达医院后，医护人员通常会第一时间安排脑部影像检查，例如电脑断层扫描或磁振造影，以判断是否中风，以及属于缺血性或出血性中风。确定为缺血性中风时，若还在黄金时间内，医生会尽快施打血栓溶解剂来溶解血块，或采用导管手术将血栓取出以恢复脑部血流。如果是出血性中风，则需立即降血压止血，并视情况进行开颅减压等处置。无论哪种类型，中风治疗都是分秒必争，时间越短，脑细胞受损越少，患者康复的希望就越大。因此，只要发现上述任何中风前兆，千万不要观望拖延，务必立刻拨打紧急救护电话或迅速赶往医院。
清楚告知医护人员您怀疑是中风，以争取最快的检查和救治。平日里也请务必控制好血压、血脂、血糖，戒烟、限酒，并保持规律运动，以降低中风的风险。其中，高血压是引发中风的头号危险因素。长期血压过高会使脑血管壁逐渐硬化受损，大大增加堵塞或破裂的风险。其次，一些心脏疾病，像是心房颤动以及糖尿病、高血脂等，也会加速动脉硬化的进程。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均衡饮食、规律运动，并维持健康体重，对于降低中风风险十分重要。但即使如此，也绝不能掉以轻心。毕竟，随着年龄增长，血管硬化狭窄在所难免，中风的威胁始终潜伏在我们身边。我们能做的就是提高警觉，留意身体发出的讯号。请牢记今天讨论的要点，多关注自己和家人的腿部健康状况。如果某天发现双腿出现了上述任何求救信号，请务必及时做出反应，采取行动。宁可100次检查是虚惊，也不要一次疏忽，酿大祸。或许正是你当下的一个决定，能为未来挽回宝贵的生命与健康。